我是一个摇滚乐手，我有一个自己的摇滚乐队啊，但真的不怎么挣钱，所以我现在主要靠脱口秀养活我的乐队，养不活。所以我给自己找第3份工作，我现在在当一名幼师，教小孩弹琴。你知道摇滚乐手当幼师有多分裂，很难实现身份的及时转换。一边乐队演出特别燥，你说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， 一边让开车的小手没有举起来。知道这种地方根本不敢教小孩一些真摇滚，怕他们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想学这个世上最摇滚的歌曲。”我说：“好呀，老师明天就教你弹逆战。”就很多人说我当幼师不摇滚，我觉得真正的不摇滚是一些虚伪的反抗。我身边很多乐手会在 live house 室内抽烟，对，就是旁边就是禁止吸烟4个大字儿嘛。就我说禁止吸烟，他就要抽烟；但我说禁止上清华，他说不上就不上。所以我觉得 live house 想禁烟很简单，可以针对这些摇滚乐手的文化水平，把标语换成禁止不吸烟。他们想一抽烟就会看到，就会想，他说啊，这个双重否定什么意思？对，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音乐节，我觉得现在音乐节也越来越不摇滚啊，全是一些跨界歌手。哎，谁会想在音乐节看到相声演员呀？还是说相声演员他就爱跨界？画得好。但别管人家相声演员至少有首成名曲，对吧？哎，我们别管是几环。这很多那种网红明星，他们都没作品，凭啥上音乐节呀？可能因为虽然没歌，但他们是哥哥。在音乐节翻唱别人的歌，那版权也不用买，因为唱的一点都不侵权。这些哥哥们的粉丝会在音乐节底下大声喊说：“妈妈爱你。”摇滚乐手不理解，因为他们干摇滚就是因为他们不爱妈妈。就是你知道，甚至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吗？很多音乐节给我的感受就是今天气氛组给我的感受。我的意思是，整场音乐节只有一个真正的摇滚乐手。哦，不对，今天甚至只有1条摇滚乐手，没来全。就是音乐节会给我们乐队安排一些假安可，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是安可吗？知道。对，它是摇滚乐最浪漫的仪式。你看这个演出看不够，你可以冲台上喊安可安可，但它的魅力在于未知。可能乐迷底下喊安可安可，那边乐队已经上高铁了。那现在的音乐节的安可是会给我们安排好，让我们演完倒数第2首歌，假装下台等乐迷喊，特别心虚，因为我下台的时候，琴还在台上插电亮灯呢。如果我是乐迷，我不会喊安可安可，我会喊琴没拿，琴没拿。大家都知道是假的，我们就真诚一点，我们说待会见，我去上个厕所，多好。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假安可下台，我们主唱都要在那深情告别，感谢你们，下个10年再见。我说不是1分钟后就又见了吗？是我们和观众有时差吗？哎呦，怪不得说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呢。你知道，经常有时候我们演一些小城市，观众不知道什么是安可，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，没人喊，也得上台。底下一片寂静，我说哇哦，大家太热情了，给大家再唱一首。没人理我们。我们有时候会演一些中不溜的城市，很多观众虽然知道什么是安可，但大部分喊的都是叔叔。uncle， 还有人很尊重我说，哎，这个是女乐手，得喊 auntie。我说，有时候我们演完之后假装下台，观众以为演出结束了，走了。
我们乐队回来安可，观众已经上高铁了。你们见过乐队冲乐迷喊安可安可的吗？那有时候那些乐队的歌真的太难听了。我见过一个乐队，乐迷不想安可，乐队非得安可，那乐迷都烦了，开始互相抱怨说你喊的安可。我没喊呀，那谁喊的？那乐队自己喊。甚至我见过一个乐队在台上安可过16次。我说哥们是演着演着演失忆了吗？是啊，还是单纯就是手表运动员和没闭上给台上刷微信步数呢啊？我说你要真想刷，你不如直接搬个跑步机上台唱80平米的小窝。你就后来音乐节学聪明了，他会给歌迷发歌单，在歌单上写说本场演出有安可（括号需喊3分钟后乐队上台）。乐迷也很配合，在底下大声喊3分钟，3分钟，3分钟。就是很多时候，我觉得虚假的 uncle 比不上真诚的拜拜。所以我希望我们可以勇敢说再见。我的演出到此结束了，没有 uncle， 因为我要上高铁了。再见，我是季谢谢。那个节目播出大家看了吗？确实能看出来胖了好多。有网友说我胖，说我偷吃顾客外卖。哎，其实很多人都认识我，都是因为我外卖骑手这个职业人设。但其实我最早的时候，我是个体育生，大家看得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我这黑皮还给不了你们答案吗？体育生，我其实一直不想给别人提起过我是体育生，我就是我怕大家加深那种刻板印象。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都说那个体育生呀，毕业之后就是去送外卖啊。你们跑这么快，以后去送外卖吧。看到这些话，我是笑不出来的，因为我送了之后发现确实比其他同事跑得都要快啊。但这个是刻板印象。我们脱口秀行业也有其他体育生，对吧？嘻哈之前也是体育生啊，人家后来就当了空姐吧，厉害吧？人家在飞机上送餐啊。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送的都是预制菜啊。没事哈，她是空姐，我是地少哈。有时代。我出生在一个山村啊，那小时候教育资源少，那个课堂外就是满山跑。我小时候，我那个领导来检查我那个器械，我都不认识。那桌子上，领导突然走过来说：“同学们，你们知道这个酒精灯是怎么熄灭的吗？”他就点着了，同学们全都沉默了。我当时心想：你们胆子也太小了吧！我让领导看看什么叫肺活量啊！我说领导，这个我知道。我太厉害了，一口气吹走了学校的模范小学。我真不知道那酒精灯它不能吹呀，那是我第一次炸场。真炸他！我从小都喜欢那种及时反馈，对吧？喜欢练体育，因为体育练了就有成绩的。当时练的是篮球，当时教练说你有天赋，你好好练，你能上那个西安交通大学。哎呦，我当时好开心啊，就把所有的精力全部 all in 给了操场，就不去学习。那时候心想，到时候上西交大，一个3步上篮直接上。上了个中专。考试前去打篮球，十字韧带撕裂，半月板重度撕裂。当时躺在篮球场上，我都哭了。我心想，完了，中国篮球完了。我问教练现在怎么办呀？教练说你回去好好养伤，准备考文化课吧。我说啊，现在考文化课呀，离高考就剩7天了啊，离西安交通大学还差600多分。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，大学没了，腿也断了哈，以后搬砖都干不了了哈，没工作，在家里躺了2年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妈给我买了个电瓶车。当我拧动手把，微风吹过脸颊，我感觉我又跑了起来。电瓶车太能赚钱了，我们一起跑过摩的啊，
跑过销售，送过外卖、鲜花、蛋糕、电视机、电脑、旧冰箱、旧空调、旧彩电哈。我当时在西安跑了3、4年，我知道哪个路上交警最多，哪个路上红绿灯最少，非常熟悉。偶尔也会路过西交大的门口，我看着那学生，我心想，你们这些西安交通大学的学生哪有我懂西安交通呀？后来再也没有碰过篮球了。但你们知道，有些天赋它是藏不住的。比如后来送餐的时候，同样都是对空间的感知，跟那种突破能力。要是进小区有保安拦我，我都会带着我的电瓶车。全西安的保安都防不住我。后来跑着跑着，脱口秀火了，很想接触脱口秀演员，没有什么机会啊。多亏有电瓶车。当时在俱乐部门口等着，看到个演员出来扫共享单车，当时鼓起勇气，老师别扫自行车，来，我拉你，来我拉。他竟然答应了哈。从那一刻，我电瓶车就不偏运动了，开始偏商务了哈。我从21年就来到上海哈，换了黄牌，专门拉脱口秀演员练段子上脱口秀大会。现在每年夏天都会拉着两边的演员赶场练段子上节目，每年夏天都拉出无数个热搜，拉出很多金句，拉动了整个喜剧的发展。我才是真正的脱口秀祥子。我拉着很多脱口秀演员从普通平凡到华丽的脱口秀明星，我这个是南瓜马车。我后座现在已经群星璀璨了，你们耳熟能详那些脱口秀明星，我都有他们的手机尾号哈。这几年天天拉，我现在怎么形容这线上脱口秀演员呢？拉完了。你们能想象他们在电视上华丽光彩的样子，你们想象不到在我电车后座小鸟依人那一面。抓着我的后背，骑慢点。有交警。都拉过好几个大王了哈。我之前2个大王都坐我的后座，后来拿了冠军大王。我现在觉得脱口秀王座就是我的后座。自从讲这个段子，你知道现在有多少脱口秀演员排着队想坐我的后座？甚至有人趁我没在还偷偷坐。我说你压根下去，你也配？这是你能做的。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没人的时候骑着。能看出来体育生的核心就是好。但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永远也坐不上脱口秀大王的宝座，但是没关系，大王年年换，南瓜马车只有一个。公里与里，我在地铁口等你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多多。我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其实还行啊，但我爸这个人从来不会给我1分零花钱，因为他想把我培养成一个勤俭节约的人，我就觉得特别矛盾。勤俭节约作为一个好习惯的前提是得先有钱。一个人有钱不乱花确实值得表扬，没钱不乱花那不应该的吗？就我爸想让我勤俭节约，你得先给我钱。这样我只需要抵挡住一种诱惑，就是不要乱花钱。你不给我钱，我需要抵挡的诱惑太多了。不要偷，不要抢，不要骗。我记得我读中学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同学同时喜欢我们班一个女生，那个同学会每天偷偷的往她抽屉里送巧克力，那女生不想吃，她又给其他同学吃。我没有钱，我什么都送不了，我只能写情书表达我的心意。那女生不想看，她也给其他同学看。哎，你那情书上的话被别人看见是很尴尬的。我还说那巧克力都是我送的。小的时候因为没钱丢过脸，你长大了有钱就想体面一点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就很喜欢用生活费买那种 logo 印满全身的衣服，从上到下全是勾，这种穿上你不管帅不帅，看起来就特别对，满分穿的。有的人会觉得我这样穿很装很虚荣，我就装，就虚荣，我就需要外表的光鲜亮丽来掩盖我内心的自卑。
这种感觉孔乙己应该懂。我都很想问问他，当时不愿脱下的长衫，是不是也是 Nike 的啊？我后来又想再体面一点，我跟我家里说，我想买这个我最喜欢的新款手机啊，6000块钱。我妈说你想买你就想，啊。我爸给我讲道理，他说儿子没关系，你好好学习，找一个好的工作。现在的你买不起，未来的你肯定买得起。未来的我肯定买得起，这句话点醒我了，我就分期付款。提前消费，分期付款真的有点太爽了，它让你感受到消费的快乐，又感受不到花钱的疼痛。你花钱不痛，就很容易忘记自己花过。我当时卡里有2000块钱，哎，明明买了个6000的新手机，第二天一发现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？我又分期买个电脑，怎么卡里还有2000块钱？我说这个钱怎么花不完呀？我当时的生活理念就是活在当下，及时行乐啊。这个快乐就是快乐，就是当下有点太短暂了。当下对我来说就是现在到下个月的8号，8号是还款的日子。我每个月8号，我一看那个账单，我就在想，人就一定得过8号吗？我可以一个月过2次7号。8号叫我还钱，我没有理他。9号又来催我，我说这是干嘛呀？过号就应该作废呀。每个月为了还上那个账单，我真的是在学校做过不少兼职，当然主要还是靠以贷养贷和欺骗父母。我知道这2种方法都不对啊，无论用哪一种，我都内心备受煎熬，所以我一般是2种方法交替使用。你不能一直欺骗父母啊，你不能这个月跟我爸说，爸，我需要钱去学英语4级，下个月又要学英语6级，再下个月考教资。我家里知道我没这么聪明啊，学不了这么快，而且在父母眼里这也太奇怪了，这孩子怎么平常好好的，那一到8号学习欲望这么旺盛？经常找家里要钱，要这个买学习资料，但是一到期末成绩没有任何变化。我爸都问我，他说你花钱去学的那些知识都到哪里去了？我说都还回去了。其实我分期消费这个习惯已经保持5、6年了，动不动就分12期。说实话，对我价值观影响蛮大的。我前段时间跟我朋友出去逛街，他看见一件衣服很好看，舍不得买。我说这有什么好舍不得买的？这件衣服不挺便宜的吗？也就100块钱。他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件衣服1200。你们懂吗？我现在脑袋里有自己的汇率了，1:12。我现在看见一个东西的价格会下意识的除以12。一件12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100，但一件100的衣服在我眼里是免费，这不废了吗？我马上给未来的自己写了封信。你还好吗？你应该很久没坐过高铁了吧？所以我下定决心，我要说，我一定要养成一个健康的消费习惯。我就把网贷给关了，不让我关，说我钱没还。我说这个钱能不能不还了啊？就当给我个面子。毕竟当初我用你们钱的时候，我也给了你们一个面子啊。我以前是选择活在当下啊，我发现我活着只能活在当下了。这个未来的钱已经被我花完了，过去的账我又不想还，朋友们没招了啊！真的不要轻易用网贷，我知道很爽，但是会不知不觉欠很多。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：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会让你摇摇头、眨眨眼。感谢大家。这次回来非常的开心，因为看到很多朋友这次来了，
去年1年，很多朋友发消息说很想跟我交朋友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我的闺蜜。好，我和我的大学同学小陈是最好的闺蜜。但我们两个性格是2个极端，她是典型的 INFP 小蝴蝶，我是 AFPF 爱发披风。就怎么跟大家说，我遇到事情会搏斗，小陈遇到事情会拨打我的电话。小陈这个名字你们一听就知道他注定是会上1818黄金眼的人。10年前，有一天我刚下班就接到小陈给我打来的电话，我刚刚接起来，感觉小陈直接驾驶着一辆蒸汽火车朝我撞过来。我当时我说喂，他在那边哭得朝气蓬勃，这一切我太熟悉了。我说地址，1分钟之后给我发了一个理发店的位置，很快我就到了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他，干脆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你在哪里？你来找我，我在一个奶奶的旁边。话音刚落，奶奶抬头，老子就是这个奶奶。我一看，头发给他烫的呀，直接烫成咸鱼加黑灯。屋顶塌2边高，远看就是个大写的麦当劳。我说你怎么回事？小陈说，今天逛街嘛，遇到2个帅哥。他们说今天他们快闪店开业，然后说我很漂亮，免费请我当发型模特。你是知道我的，我从来都不相信帅哥的嘴，我只是相信我能当模特，你知道吧？我太知道他了，他就是相信帅哥的嘴。就这么说吧，你要在那门口给他换成2个南瓜，他能打死1个南瓜，再把另外1个南瓜的马车骑着就走了。根本不可能上当受骗，但是因为帅哥太帅了，跟着就去了。一到店里，一个请他躺下洗头，特别温柔；一个说他发质不好，看着显老。2个帅哥，一个洗头，一个洗脑。小陈瞬间双喜临门，特别的好。趁小陈脑子进水的时候，店员说：“哎，今天正好有活动，充值免费送烫染。”小陈就在这样双喜临门的幸福当中，忽悠着直接用网贷充值了3万。是的，没有听错，3万，还没有分期。我只是庆幸他的额度只有3万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我都习惯了，真的，朋友们。大学的时候，他就借过我的钱，给穿越过来的秦始皇打过钱。店员说今天充值双倍积分，还送免费烫染。烫成这样还好意思说免费？烫成这样应该赔他精神损失费吧？3万，从头发的纹理都能看出价格，刘海全是3，后面全是0。关键小陈说没有烫好之后，店员开始容貌攻击小陈了。进店之前还说你是美女，来进来当模特，现在说烫不好是因为小陈的颅顶凹陷。朋友们听一下这个词。颅顶凹陷，就感觉小陈的脑袋长成了一个波，那种一敲会咚汪汪汪汪那种波。我和小陈对视的时候，他哭得更厉害了，因为我当时真的忍不住要笑，因为他真的很像那个波里面装满了烫卷的泡面。我都不知道他明天上班该怎么办，因为小陈是个空姐。怎么上班？他明天这个样子顶着这个头，他连飞机舱门都进不去。啊，旅客跟他说空姐饿了，他直接把头上的帽子掀开，说给，这是我烫好的泡面。哎呀，哭得很惨。我到了之后，总监就过来看着我说：“你的诉求是什么？盛气凌人。”我说：“是这样，帅哥，
他明天还要飞航班，他进来前什么样子，你就给我恢复成什么样子。总监说做不到，还说是你们不懂时尚。你要知道，我可是这家快闪店请来的明星造型师，就这个手艺还好意思说自己是明星造型师。我当时非常生气，我说退。他说退，钱不可能退。我在那里退，他在那里不退，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，那就针锋相对，吵得不可开交，在那里说唱巅峰对决。吵得最厉害的时候，进来了一个客人，推门而入说：“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？”我当时指着招牌说：“快闪。”客人直接闪了。总监说我造成了客源流失，要我赔偿。哟，开始对我进行 PUA 了，但是我 APU 赚得快。我说，根据消费者权益法第53条规定，经营者以预售方式提供服务的，应按要求提供；未按要求提供的，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再次提供或退款。他为什么叫我来？为什么是我站在这里？是有原因的。如果等我亮明身份，这个问题就不是简单退款可以解决的。Do you understand？ 当时说完这段话之后，我眼神坚定，鼻孔扩张，4个瞳孔炯炯有神，和他6目相对。因为他当时在质疑我，但是他不知道，一个胸中有法律的人民群众是经得起质疑的。我的鼻孔像2个黑洞，吸干他的所有质疑。片刻之后，他妥协了，说：“退，妹妹，你能不能把你朋友喊进来，不要在门口打广告了？”我转过去，小陈，阿爸。办完退款，店长亲自送我们到门口。当时在门口看热闹的客人们问我：“妹妹，你是什么身份，这么有威慑力？”我当时掏出身份证，只是一个熟练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人民群众罢了。处理完这一切，退了钱，接着小陈我们就去开车。小陈在路上气得冒烟，感觉头上的泡面都快泡好了。上车我让他把安全带系好，免得泡面洒了，端好。小陈就在那里端着。回家路上，我副驾驶那碗泡面边哭边笑，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厉害，把那个权益法背得这么快？”我说：“因为这已经是我这个月第2次帮你背了。”哎，16年来，小陈一直这样，什么事情都非常的依赖我。他一直说我就是他的底气。确实，3年前我离婚的时候，他哭得比我还大声。我说：“你哭什么？他们早该离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哭，从头开始呗。”但那个时候要处理完离婚的事情，有很多问题要处理完了之后就没有什么钱，搬出来租房子的时候，直接当时就给我转了2万8。他当时，我说：“你这个不是贷款吧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我说：“那谢谢你。”我说：“我过段时间还给你。”他说：“不用，你先拿着，不用还。这个本来就是你的。还记得那年你在理发店帮我要回来的钱吗？”我当时说：“不是3万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留了2000，准备烫个头，漂漂亮亮的陪你从头开始。”有这样的闺蜜真的很幸福，朋友们，真的。去年我来参加节目总决赛播完，她看完之后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她说：“不管怎么样，你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冠军。”我当时特别感动，截图下来准备发一条社交媒体纪念，激励一下自己。一打开 app， 首页已经推送给我好友小陈最近点赞过的一条内容：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年度总冠军翟佳宁实至名归，你就是最好的大翟。闺蜜的爱就是这样，无私但不梭哈。今天分享这个事情是想跟大家讲，大家都说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永不回头的火车，而我和小陈坐的是蒸汽火车，他负责鸣笛，我负责向前冲。但是我们从出发那天开始到达的未来去哪里我们都不知道，但是我永远记得出发那天他在上铺问我，一会儿我们去哪里？我说去我们的30岁、40岁，去我们的友谊万岁。谢谢小陈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老王。哎，我是内蒙人，内蒙古乌海人。
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城市，但你也许在蚂蚁森林上帮我们这个城市种过梭梭树。所以它不是一个典型的草原蒙古包的内蒙，沙漠化大概在60%。所以在我们这儿的环境下呢，其实我们那儿小混混是不染发的，因为出门就是黄毛。风沙里面走路举步维艰，走一步得退2步，一步2步，一步2步，6步。曹植7步成诗，在乌海根本张不开嘴。煮豆，哥哥杀我。拿着东西是很容易会被刮跑的。从小我就知道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但也许是被大风刮跑的。所以我们会利用这点，考得好呢，就会把卷子放到书包里。考不好呢，就会让答案在风中飘。我甚至见过1匹布被刮上天，1匹布33米，在天上缓缓地展开，遮天蔽日，以为哪个神仙踢被子了，然后一群人往下拉布布。在沙漠每天玩回来，浑身都是沙子，像一个文物一样。一个班级做操15分钟就是一个兵马俑方阵。西安兵马俑长得都差不多，很无聊，但我们那个刮风可什么俑都有啊，男女老少俑，自行车俑，台球桌俑，整个乌海可以说是风起涌涌。沙漠是无情的。前一天玩的痕迹，第2天就会被风沙刮得消失殆尽，整个城市跟失忆了一样。我们那城市好像得了一场怪病，阿尔兹沙漠症。从小就要发誓逃离这种环境，就去了北京，然后发现北京也有沙尘暴，甚至传闻北京沙尘暴就是乌海刮来的。想我的风还是吹到了北京。我是2011年离开了老家，然后离开以后，老家开始转型，发展的越来越好。我甚至查了一下，我们老家就是11年开始发展的，一时分不清楚谁逃离谁。我现在生活在北京，其实工作生活也没有那么的稳定，也挺漂泊的，因为我们就是演出嘛。有时候7天7个不同的城市，要住同样的全季酒店，吃一样的麦当劳。回到北京租的房子里面，反而睡不着觉，认床。躺在那儿扶墙找那个总控按钮找不着。为了适应这种舟车劳顿，我在家专门换了一个全季同款的枕头，为了回家能有家的感觉。甚至吃麦当劳吃出了乡愁。有时候看着麦当劳 logo 在感慨，我说这个 M 该不会是妈妈的意思吧？然后会跟着背景音忍不住唱出来。麦当劳，妈妈妈妈妈。有一天在酒店刷小某书，刷到很多人在小某书上种草乌海。我说是得种草，因为树也活不了。说乌海已经转型成为了旅游城市，但小某书的宣传有点太夸张了，说是京郊2小时可达的沙漠美景，飞机2小时。别这么宣传吧。飞机2小时都到上海了，这也太难选了吧？啊，乌海和上海，成吉思汗跟琳娜贝尔，甚至还刷到《再见爱人》第4季的最后一集是在乌海拍的，就他们决定下车要分开走的那条沙漠公路。我是怎么知道呢？我当时看的 cut， 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漂亮呀，查了一下，居然是我老家。那种感觉太奇妙了，就是你以前觉得没这么好，分开以后越看越好，原来这个就叫再见爱人。其实老家每年都在变，甚至变得越来越好看，绿化也变好了。你越来越老，老家越来越年轻了。我觉得很奇妙，就是你一身基础病回家，哎，你爸做医美了。我妈甚至把我家都装修了一遍。我回家问我妈，我说我睡哪儿？我妈说客房。我说好，那你是不是忘记给我办入住了？
走了以后，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是不是喝了冰箱里一瓶饮料？哎，想全记了。我现在对老家熟悉又陌生，我不属于北京，老家也不属于我，属于好像的就是那一个个星巴克、麦当劳、全季这一个个连锁店。我不知道我是哪里人。我可能是一个生活在北京、出生在内蒙古乌海市的一个连锁店人。我当然希望老家好，但你总有一些时候想回到小时候，那个时候卷子被大风刮跑，答案在风中飘。但现在偶尔北京还是会有沙尘暴，我一定会出去看看。是你吗？故乡。乌海，我们顶峰相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老王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季鹏啊，我是一个中医啊，不是老中医，青年中医啊，90年的啊，等会儿，90年不行吗？90年这样也差不多了吧？行，不要问了，真是中医啊，中医不能减肥，别问了啊。其实我也瘦过，我减肥成功过，就当中医之前，上大学那会儿。那次为什么一定要减肥呢？就是因为那会儿网上特别流行一句话，给了我减肥的动力。哎呀，特别诱人。他说每一个胖子都是一张没有刮开的彩票。啊，就是我那会儿就年轻啊，就不太了解咱们这儿的这个彩票。我说我是彩票，我得刮呀，我就上网查怎么减肥最快。人就告诉我了，2月吃素绝对能瘦。我说2月谁坚持不了啊？我就天天就柿子黄瓜豆愣吃2月。2个月减了37斤，然后就脱发了。彩票刮开了，从这儿刮开的。这还不是最可恨的，最可恨的半年以后就反弹了，肉回来了，头发没了。这叫什么？是凭什么呀？脂肪伸缩自如，毛囊直接退休。我跟你说，脱发太可恨了。脱发那就是命运对人类的一种嘲弄。为什么？你想这发型啊，头发来说啊，两边剃再短不嫌短，中间留再长不嫌长，这脱发就只掉中间不掉两边，有用的全给你掉了，没用的都给你留着。我要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这中间不长头发，整个头就作废了。以头发来说，这就黄埔，这就静安，这就崇明，知道吗？你黄埔静安给我摧毁，留一堆崇明干什么呀？我现在没有任何办法了，我是任何发型整不了了，对吧？你能想象吗？我现在我留一个披肩发，我求千尺，我连那直发都做不了了，我这前面太少了。我要想直发，我得把周围所有的这个全放在中间。啊，整个中国喜剧界能驾驭这个发型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郭麒麟的爸爸。我敢吗？我敢吗？我这样上来，我说天亲，僭越了，没有任何办法了，好吗？你一旦脱发了，老老实实的，人生中最后一个发型，不要再挣扎了，越努力越心酸。你见过吧？有那大哥，哎呀，中间都掉光了，愣把旁边头发梳过来，假装自己还有头发。干什么呀？这什么？这防晒呀？啊，他这人太乐观了，他妄图欺骗我，这条形码是他头发呀！啊，谁看不出这是个10分呢？是吧？你想过他每天早晨起来有多心酸吗？各位，他晚上得睡觉，然后睡觉翻身了，早上起来头发这样，他得来到浴室对着镜子，第一步哎扣上，第二步调整这个行间距。
那还有第3步呢，是吧？还得首航缩进呢，是吧？太心酸了啊！但是从逻辑上我能理解他，为什么他没有头发，他梳过来5根6根，这不显多吗？这我能理解，我就不理解谁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就梳过来1根，这边都锃亮，从这一圈里头愣留一撮，歘留，就这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啊，人造发际线啊，就为了告诉我这边是头，这边是脸，啊，显脸小是吧？哎，我夏天跟他说话，我都没法把我注意力集中在他眼睛上，我怕什么？我怕这根一会儿掉下来，他掉下来了就给我陷入一种道德的两难，我是服是不服啊？太尴尬了，朋友们，你琢磨啊，你琢磨他走廊里冲我这样就来了，啊，我在对面我怎么办？我说你发型乱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嘲讽他，为什么要这样说他？因为你们脑子里头现在只有他静态的画面。你见过他骑电动车吗？太混蛋了。空气刘海，发着电报就来了。他还是我个长辈儿，他从我前面骑过去，我看着他我不能乐，他我，人还跟你打招呼。这个世界对我这样的90后就非常的不公平。好在我是一个中医，我这个长相90后当中医，那可以说是少走了10几年的弯路。好，那患者一推门进来，办公室4、5个大夫，谁都不理，就找我。呀，主任呐，我实习的，小季啊，你找主任是吧？你找主任上走廊吧，主任查房去了。啊，主任可好认了，就那个，啊，有头有脸的。哎，后来我是打听了一下，他是听说主任头发少，他没想到我们科室等级那么森严。啊，你想这是主任是吧？那边还副主任呢，然后才是我呀，我不能输人那个强者的发型，那不又僭越了吗？啊，人那1道杠、3道杠的都有级别的。啊，你以为呢？是吧？正高。副高是吧？我不能恶意模仿，要主任能爱看我吗？人主任早上骑个电动车挺高兴啊。好，我从那边拐过来，我俩顶峰相见。哎呀，就是一定要理性减脂、科学减脂啊！不是所有人减肥成功以后都显年轻，啊！我要能起到一个警示作用，也算是开了个好头啊！谢谢大家，我是季鹏。这场比赛对我和辛博也很重要。最后一次，把热情留给我们2位，鼓掌！感谢你们，谢谢你，黄渤老师。看季鹏哥讲得非常好，在台下非常有同感，共情而且害怕。他90年，我96年，6年，恐怕长大之后我就成了你。谢谢，都不容易，这边没看见，给你们看啊，咱都有的看。我这演出就是好，散着不讲，大伙儿都有的看，好不好，朋友们？最近我也想减肥，一直瘦不下来，去体检，想去体检，一直没有成功，因为体检前一天晚上要禁食10小时，不是说一直吃10小时啊，那我也受不了，是不让吃10小时，不让吃10小时，可以从上海一路开车到湖北。这个朋友问得好。为什么要去湖北？因为湖北省的简称是
我饿得快，不用10小时，2小时我就饿了。而且朋友们，我说的饿，不是大家对我们胖子刻板印象的馋，不是馋，就是饿，它是有区别的，有区别。馋是舌头的低语，他想吃，他劝你，在你耳边说一些谗言。你又不胖，你又不胖。馋是舌头的低语，饿是胃的咆哮。谢谢，谢谢。打开手机一看，饿了吗？饿了。我早就饿了。这2天看世界杯，有共情，能同感。我的嘴像一个无能的守门员，一吃东西胃就高兴，耶，又进了，是伟大的意大利面。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人饿的时候会点大于自己食量的外卖，你点的多，花的也多。还好有淘宝闪购，上淘宝闪购搜下个金团，点外卖金团更优惠，点得多吃得饱，这样的 app 不好找，恩格尔系数越来越小，真好。感谢感谢感谢，你说这节目播了，咱也念上商务了。之前看他们念给我馋坏了，你知道吗？感谢大家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好，商务结束，我们言归正传。不吃不行，有症状，手指发抖，浑身发冷，眼冒金星。去医院查，大夫说低血糖。我不相信，我都没问大夫因为什么。我说大夫，凭什么呀？我低血糖，我像低血糖的人吗？高3那年我就3高了。大夫说，谢谢。大夫说我这种症状非常典型，吃得多，饿得快，长得胖，典型的胰岛素抵抗。因为我爱吃主食，米饭、包子、馒头、面条。他说再吃下去容易得糖尿病，勒令我从今天起吃粗粮，给我开了90根玉米，让我拿回90根，听着多，是1个月的量，我是半个月吃完的，因为我想快点好，你能理解吗？谢谢，非常有逻辑的一个梗，谢谢大家。大傻子喜剧也开窍了，朋友们啊！接着说。他说你管不住嘴没关系，你给我去迈开腿，让我锻炼。我不喜欢锻炼，你们也看得出来，跑步累人，健身房又很丢人。我每次去健身房身材好的人怎么这么多？跟他们一块锻炼，我跟小猪崽儿一样，真的。而且我说实话，你健身房的装修设计不就是为了放大我们普通人的身材羞耻，来让我们办卡买课吗？啊，你看那健身房怎么装修的？好好的4面墙不涂成白的，整2面大镜子，为了让你能看出来自己身材有多差。可以，那剩下的弄成墙，弄成玻璃，为了让路人能看出来你身材有多差。有时候好不容易心血来潮，练完力量，想去跑会儿步，做会儿有氧，专门把那个跑步机摆在玻璃旁边。我就是因为外边跑步丢人才来的健身房。你知道我们胖子跑步很狼狈的，你知道我在那跑，路过的人看我都是，哎呦，这减肥能解决吗？你这问题都是那种眼神。你知道我原来都不理解为什么向前跑要迎着冷眼和嘲笑。不想锻炼，朋友推荐我，那你就去减重科。现在很多3甲大医院都有了减重科，去了大夫让我打减肥针，司美格鲁肽。哎呦，那针流行厉害，
说打肚子上之后吃东西恶心，以此就能达到抑制食欲的目的。我打了，也恶心了，但它可没有抑制我的食欲，它磨练了我的食欲。这不是我第一次对抗食欲了，我之前是靠意志力节食对抗食欲，我的意志力很坚定，虽然看着不像，但我的意志力很坚定，奈何食欲更顽强啊！我都打减肥针了，他都没有退缩，他说哇，还有第二关啊！现在我就打着减肥针不瘦，每天小某书给我推这个打针又瘦了，那个打针又吃不下饭，这个打针没食欲。我现在感觉我活得像一个短剧男主角，全球食欲下降10000倍，我不变。我和我的食欲合作对抗司美格鲁肽这个药，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。跟大家汇报一下，很惭愧，中间最瘦的时候居然瘦了20多斤，但是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已经胖回来了。谢谢大家。除了谢谢大家，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蹄花，感谢地三鲜，感谢毛熊，感谢所有好吃的，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当然了，言归正传，我吃粗粮也好，锻炼也好，打减肥针也罢，我也不是为了变瘦去迎合所谓的审美，我就是想健康的享受美食。我觉得咱们爱吃好吃的人就是最美的，对不对？识时务者，对啊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对不对？说到这儿我也饿了，要去识时务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咸鱼。哎，谢谢啊！特别好。我大概能猜出来你们现在心里边的想法，就是心疼辛博。没关系啊，我是大家老朋友，跟大家聊一聊。我这个人，我不爱开车，开车开久了，我会发现副驾是个非常邪门的位置，是个人坐上就要指导你。那个位置就是爹位，是驾驶员最严厉的父亲。I 人做了变异，E 人做了变态，哑巴做了能说脱口秀。我提车是我的发小旭哥陪我去的，他车开得很好，合计他老司机嘛。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他知道怎么辱骂对方，顺便帮我指点指点。结果全程都是对我指指点点，开着导航给我导航，导航跟他的想法一样，他就复读。前方路口右转，哎，右转。真的之前我都不知道啊，我聋。导航要跟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就会坚持。你听我的，这块我熟。然后就听导航人家说，你驶入新路线，新路线远3.8公里。多个朋友多条路。这回我复读3点几，他聋了。每次红灯变绿都给我嘟囔一句走。刚学到的技法，这边没看到，这边再来一遍走。特像训狗。坐。就感觉我在开车，他在开我。我不明白为啥老司机就是一点耐心都没有，稍微有什么事不合他的心意，上来就给你来一套虚词的词组。不是，你这
哎呀，关键在它的语法体系里还能转化成一个弹舌音加一个出鼻音。我生气了，我说要不你开，安抚我会用一套虚词倒装。哎呀，不是你这，会强行给我输出他的驾驶理论，很多都跟法律背道而驰，非让我实现变道。我说那有摄像头，他说你快点变。教练让我先打灯再变道，他让我先变道再打灯。你打灯就是告诉别人你要变道，那谁能让你呀？你就得歘就过去打他一个措手不及。我说那人不骂我吗？骂你说明那个人他没有素质。那我还打灯干啥？不灵不灵的跟后车挑衅呐。好像平白无故我打人一拳，还对着人家 wink。他给我的解释是不打灯追尾了算你全责，回去你好好学学交通法吧。真正惹怒我的是他一个动作，我稍微一加点速他就。这个把手我不知道哪个天才设计的，保护作用一点没有。侮辱意味直接拉满，万一出了事故不抓这把手，还有可能留个全尸。抓了把手至少少个胳膊。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恶心开车的人。车有 A 柱有 B 柱，这个把手就是驾驶员的耻辱柱。我说怎么的？你是不相信我呀？他也不搭理我。走。我就只想跟他同归于尽，我也抓把手。咱谁不是从新手一点一点成长起来，对吧？那天我就发誓，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老司机，坐在别人的副驾上，我就睡觉。坐过之后，我的体会是，敢睡，就有机会长眠。那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对吧？就知道自己可能会死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我老弟拿了驾驶证让我陪他练练，还没出停车场就蹭了别人的车头，问我咋办。走。他说哥，那有摄像头。我说那快走。你不得不给他导航，他那句话到现在为止还烙印在我的大脑里。哥，我发现这些车怎么都逆行呢？不知不觉，我的手已经抓到了把手上。这个把手就是副驾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。通过那几天对他的观察，我总结了一个判断驾龄的方法。你就看他脸和方向盘的距离。新手开车都是贴脸开。老司机完全不一样，老司机胳膊腿要是够长啊，他能一屁股坐后备箱里。老司机肯定比马斯克先实现无人驾驶，我管这个叫座位体前驱驾驶法。当然，还有一种情况会比我坐在新手副驾上更让我绝望。当这个新手是我对象啊。我对象是个东北女孩，比较强势，她很特别，特别强势。说梦话说的最多的都是你服吗？刚拿了驾驶证，张罗我们去甘南自驾。你说情侣两口子开车很容易吵架。刚才王哥也提了，有个综艺节目叫《再见爱人》，说是让快离婚的两口子出去自驾18天，听听。节目组就没憋好心呀。我看了正片里边自驾的镜头很少，放不出来，全得逼掉。我想看的都在那个行车记录仪里。你放出来的综艺都得改名，就叫《国粹巅峰对决》。
我们是跟朋友借的一台比亚迪，我说要不我开，他一个眼神，我已经在副驾上系好了安全带。该说不说，整个人还是很规矩的，上来就按照驾校的要求逆时针绕车走了一圈，表情也极其的庄严肃穆，仿佛就在瞻仰我的遗体。话不能不说，不说他真困难。我说宝贝，要不要喝点咖啡？不喝了，再喝晚上睡不着觉了。我说可你现在就要睡着了。全程他看着前边，我盯着他，他闭眼我都没敢闭眼。为了不疲劳驾驶，你就只能疲劳副驾驶。但你知道有些人呢，他是能够睁着眼睛睡觉的。我怎么发现的？他开着开着问我：“你服吗？”那我肯定是服了呀。但其实我没怎么害怕，因为我发现这台车搭载了比亚迪天神之眼自驾系统，敢兜底真安全。我说哦，原来开了天眼，你开吧，我睡会儿。我敢睡，难得我有个机会能够短眠。话也不能多说，因为懂得一个道理：太监不能干政，只能用合适的语言给建议。前面是左转，啊，右转，都能到。地球是圆的。但我觉得自己还是狭隘了，跟新手也能学到很多新技术。会车，你打转向灯，别人不一定让你；但如果你打雨刷器，再滋点玻璃水，那就有2把刷子。那次旅行我玩的特别好，每次下车都仿佛劫后余生。活着就挺好，哪来那么多烦恼？我还矫情呢，我说往后余生请多指教。他说你开吧，我睡会儿觉。我也偷偷地滋了点玻璃水，阳光暴晒，车窗上就有彩虹。他没说梦话，但我服了。那一刻我挺幸福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辛波。